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来欢迎的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谢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大同大学电机系助理教授张群义老师。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继文兄。何总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礼拜在科技的热点哈。我们都知道，中美科技竞争呢，美国对中国大陆采取了千方百计的封锁跟围堵，那不断的呢在晶片制造，尤其是高端高阶晶片制造上面想办法的围堵哈。但是华为最近抛出了涛定律这个突围之道。来，在画面当中呢，这个涛定律是如何呢？华为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叫何庭波，他在上海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面呢，正式提出了涛定律，希望呢用时间缩微代替这个传统的几何缩微，突破物理上的极限作为未来半导体发展的核心路径。如果您听到涛定律，可能跟我一样是鸦听雷是听得一头雾水，所以呢，我这个礼拜特别也去查了一下，跟大家科普一下。传统上呢，我们在做半导体的时候呢，晶片制造呢，其实都会适用这个摩尔定律这是大家一般所熟悉的。摩尔定律的核心概念就是电晶体越做越小，是同一个面积，就是这个晶圆上面呢可以容纳的电晶体数量越来越多。那就是从90奈米呢，大概可以做21个，21个，然后一直做到2奈米你上面越来越密集，所以呢，大约做到了1000亿个以上的电晶体，但是这样的制程从90奈米到2奈米呢，是不断的往先进制程，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呢，就必须要透过半导体的制造设备，也就是常常听到的光刻机就像现在的 EUV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先进制程。可是大家知道 EUV 大陆方面被美国封锁，所以呢就提出了华为这个涛定律。涛定律呢就是把东西做得更小，这是摩尔定律。那涛定律是让讯号跑得更快，也就是说不一定要把东西做得更小。好，它的核心两个关键，一个是时间缩微，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逻辑折叠。这个逻辑折叠，简单来说，传统的设计上面走的是平面路径，从 A 到 B， 我们看到都要这样一路这样一步一步走。但是逻辑折叠其实就是呢，透过像是一个平面道路变成了高速公路的一个高架，然后呢有交流道，所以呢你就缩短了 A 到 B 之间的路径。好，摩尔定律呢其实就是把东西做得越来越小，可是呢涛定律呢是说我用时间缩微跟逻辑折叠，然后呢让系统来协调，你的效能还是一样可以提升。简单来讲一句话就是不是比谁的这个电晶体做得更密集，晶片做得更小，而是我同样可以达到一样的效能。好，那涛定律呢？当然，这个华为是说到2031年可以制造出相当于1.4奈米效能的高端晶片。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华为它强调可以达到1.4奈米等级的电晶体密度跟效能，并不是说它就可以直攻到1.4奈米，这个部分要特别的说明清楚一下。那我先请教张老师因为今天特别请您来您怎么看华为的涛定律？因为其实在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它的 EUV 被封锁，所以必须要想出另外一个技术路径，怎么看？好，那其实刚刚何伟已经简单介绍了这个所谓摩尔定律以及这个涛定律的这个部分。那摩尔定律来讲，其实我们如果用一个示意图，就是举一个比较科普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正常的一个面积里面，大家想办法就是把它越做越小，那我在同样的面积底下，我就可以塞越多的，不管是人或者是电子元件。对，所以它概念上来讲，就是我想办法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小。那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所谓几奈米，就是指的那个元件的线宽。就是当我这个元件的这个线宽可以做得越小，那当然我的整个元件就可以缩小。但是它有物理极限。对，它的极限基本上随着我们现在的所谓10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之后，现在到了2奈米的量产，其实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在讲，大家应该听过原子。
那原子的大小大概就是这个0.1奈米。对，哦，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讲说台积电现在是2奈米，意思是20颗原子。哦，所以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哦，那要做到这么小，难度高，那所以呢，那可是我们其实以往在不管现在所谓电子元件的这个方向上来讲，我为什么要缩小？缩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距离越近，它其实就可以跑得越快。对，那跑得越快，我距离走得越短，我当然也越来越省电。有点像是2个房子中间那个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靠近。对，越来越靠近来讲，第一个我速度很快就可以到，那再来就是说我也不用走那么长，所以我也相对省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台积电的这个帮苹果做的处理器，每年推出新的制程，为什么它一定说，我效能可以越好，速度越来越快，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为什么可以省电，就是因为这个跟制程微缩的概念。对，那可是这个刚刚何荣这边也提到了，在中国大陆、中国这边呢，它其实受到这个制裁，受到这个。EUV 我们讲曝光机或光刻机这个部分被卡，那所以呢，在这个微缩的这个部分来讲，它受到了限制。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那想到就是，如果我没办法做小，可是我还是想办法让它可以就是快一点到我要的目的地。那这时候来讲，就不一定是就从这个2D 平面的概念对转成了就是那个图上面 A 到 B 原本是走平行的，对，这个我原来平行是我要走这么远，但是我想办法做高架，或者甚至把它堆叠起来，做折叠起来，就像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一张纸的2边最近的距离其实是把它折起来。其实就像这样的概念啦，就是你原来从 A 到 B 是，然后呢，但你现在缩短它的路径，就是把它折起来。对，这 A 到 B 的就缩短了，你再折的话就更短了。对，所以以后来讲，我们可以预期得到，其实华为这边它有稍微提到说，这个折不是只有变成对折而已。因为现在黄仁勋这几天在台湾，他有被问到，他说其实这个涛定律也不是新的一种技术，只是说它是一个技术路径，但是呢，它不会对台积电造成影响。没错。但是确实他也承认这是华为的重大突破。没错。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如果这个重大突破一旦从理论变成了可实行的技术路径，那未来会不会变成了华为成为他们这个所谓不是弯道喽，而是换道追上甚至是超赶的一个重要关键？好，那其实这里面牵扯2个观念。第一个是因为以华为的角度来看，就是它被卡住了，所以它一定势必得换道，所以换道是一定有。但是能不能超车呢？那基本上来讲是不太可能。如果要跟台积电做对比的话，但有机会赶上。对，就是距离会越来越近。是。那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包括说在这边所提到的所谓这个折叠的概念，那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所讲的所谓先进封装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先进封装的概念，其实如果各位在先前台积电相关的这个技术里面，大概也都听过所谓这个不管是 TSV 就是细穿孔啊，或者是做所谓这个3D 的这样子的一个堆叠立体堆叠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其实台积电也是很早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只是台积电有个好处是，它没有被美国卡这个曝光机。也就是说，台积电的角度上，它可以同时把元件越缩小，而且它也可以把这3D 堆叠的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同步2条路它同时都有在做，同时都有在走。那但是华为因为在这个曝光机、光刻机的部分被卡住，所以它只能从这个堆叠的部分、涛定律这个部分来走，就是想办法让我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就是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决定，因为只有这样子办法才有办法突围哈。那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半导体的技术提升呢，其实最近的国际这个顶尖投行就是伯恩斯坦呢也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哈，特别对于大陆的半导体板块评比，他们是维持在跑赢大盘，也就是 outperform 这个评级，并且呢也指出中国半导体的产业即将迎来另外一个 DeepSeek 的时刻。而就在涛定律发布的当天，也根据这个第一财经的报道说，当天的早盘，包括华为盘股、概念股呢，就呈现开高的格局。所以拉回来看，华为在 EUV 被封锁围堵的情况之下，大使他们试着用涛定律这条新的技术路径，那也凸显出美国的围堵这样子看起来虽然是有效，可是呢，中国大陆的高科技发展它一样
不会坐以待毙的，它必须要继续往先进制程继续的一路攻下去，不断的去思考它的突围之道。那您怎么看？对，这个就最近我看很多报道啊，有一个标题我觉得用的还蛮贴切的，就是说美国可以封锁 EUV， 可是没有办法封锁华为人的头脑。所以很多事情是创造出来的，所以是不断努力啊，用创造的方式是，然后累积的方式，不断寻求新的路径。这个不是说突破，这个是换道。对，你从这个 A 轨道已经换到 B 轨道了。那当然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个冲击还蛮大的，因为连续好几天，这个西方的媒体啊，主流媒体都不断在报道这件事，每天都有新的。那我觉得就是说，Wall Street Journal 他最近的讲法说，这个就是中国芯片的突破局的一个方案。对，那本来说这个追赶的时间是5到8年，现在他们估计是3到5年。那华为自己定的时间是2031嘛，是5年，没错，1.4奈米的这个效能所以这个中间就是说，华为现在在这个新的所谓的涛定律，它不是0开始，那他说我已经做了380个，我已经做了381个元件，晶片出来了。所以事实上的话，这个就是华为的手机啊，这个事实上这几年的手机。就是突破这个美国封锁以后制造出来的手机啊，事实上那个时候一出来的时候，西方的各大的这个团体啊，工业团体就已经在拆解了。对，当时就说没错，7奈米，而且是自己做的。那你没有 EUV 情况，你做出7奈米，那个时候就在拆，就是2个技术，就是梁孟松的重复曝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堆叠，就是用这个新的技术路径，先进封装。那所以这一次。这个大陆这个事实上何庭波只是把已经做了很久的事情，他正式用一个概念把它概念化出来。这个做 presentation 来讲，它是很有冲击性的。摩尔定律 versus 什么？对，涛定律。涛的话，大家都是 time 嘛，它的就是 time, 时间，用时间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用一些简单的关键字来解释解释这个涛定律的内涵。什么逻辑折叠啊，就是折叠啦。对，那不过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看。对，那事实上的话，这个科学的突破、技术突破，我觉得2样东西，一个就是说你要有人才，另外要有资金。那华为的资金，事实上看起来，最近 DeepSeek 在这个 V4 新的版本里面它最大的突破，除了它本身的能效提升以外它是使用华为的升腾晶片，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不断的要走这个AI 的2个重要的这个一个是算力，一个是算法的这2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怎么样结合在一起？是。那所以他现在把这个华为的芯片叫中国大陆，就是说做大模型的这些产业它所要使用的算力有晶片部分它从 DeepSeek 你看它已经保留给华为了，所以华为我觉得它基本上就开始，基本上它有市场，它有不断的收入，对，这个收入就是投入到未来的研发。所以综合大使还有张老师2位老师的说法，我们结论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就是你这条路把我封住了，但是我换另外一条路走，我虽然没有办法能够超越你，可起码我能够拉近跟你之间的距离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中美科技竞争接下来呢，除了在晶片制造上面，也延伸到了太空领域最近有一段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他接受专访这个影片当中呢，他就直言，他说全球最顶尖的所有先进科技产能全部高度集中在台湾，还特别说了一句，他说得台湾者得天下引发热议。而他所创立的 SpaceX 呢，在6月12号即将要正式挂牌交易也号称是史上最大的 IPO 案，也传出可能会把特斯拉到时候呢一起并进来。那现在呢 ，SpaceX 呢已经向市场进行了3轮募资，累计呢已经向市场募资大约有90亿美元主要的法人在画面当中，您看到包括像是富达投资啦、Alphabet红杉资本等等。那我们都知道呢 ，SpaceX 呢它的商业模式3个板块，包括火箭发射、Starlink 还有未来的相关业务。
它也是第一家建立了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啊。那 Starlink 呢，则是 SpaceX 呢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目前是如此。好，那 Starlink 的经营呢是透过低轨卫星作为网络连接的业务，它的用户呢是使用订阅制来收费。这位先我请教哈，这个有分析认为说，这一次SpaceX 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太空经济进入到资本市场的里程碑哈。第一个，对于太空服务、太空市场的服务啊，您觉得意义在哪里？还有就是特别 Starlink 它的低轨卫星，这次在俄乌战场上有没有看到有实际的应用哈？那未来民用跟军用太空技术有共用可能吗？其实马斯克这个 SpaceX 这家公司我认为开创了很多这个太空科技的运用，特别是商业运用非常的成功，包括这种可回收式的火箭，其实它很明显的把这个运载火箭发射，不管是卫星发射各种这个太空器，它的成本大幅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也急着要开发这种可回收式火箭，包括这个长征10号、长征12号，另外像这几年陆续进行测试的朱雀3号，对，都是这种可回收式火箭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沿袭的马斯克这发展路子来走，来进行竞争。否则，中国大陆其实评估过，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积极追赶，它在太空这个商业发射这个部分，它的整个未来的市场其实会缺乏竞争性哦。那 Starlink 其实亦复如此。那 Starlink 过去以来，那最明显就是俄乌战场的使用。对，那发现这个俄乌战场，那俄军用了很多手段要干扰 Starlink 的讯号，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效果。更吊诡就是俄军自己也用 Starlink。就是变成一个交战双方都在用 Starlink， 因此，那 SpaceX 后来这个巧妙设计的关闭局部的一些服务，造成战场上一些战局的一些很重大的影响，对于战场的战术层面的变动产生一个非常微妙而核心的影响。对，这就代表 SpaceX 它的 Starlink 的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我认为不只是国防安全。战争，它在商业市场其实它的运用前景很大，特别我们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现在就是飞机上很多已经可以开放给大家在飞机上使用网际网路，还有在海上，还有在偏远地区，像这个沙漠、深山这种没有地面基站的这个状况下，你是 Starlink 可以提供无死角而且宽频的服务哦，因此这样的服务就让大家意识到，哇，这个 Starlink。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蛋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也要搞它的什么国网星座啊、千帆星座，各自要发射大概1.3万颗，还有1.5万颗哦。这就是为了追赶 Starlink 这个目前已经在轨1万颗，所达到一个覆盖和商业运作巨大的效果。对，目前 Starlink 它保守估计它的客户已经有1000万，我想未来它的版图还会进一步扩大，再加上未来大家还这个考虑到马斯克之前提出的所谓太空算力，未来太空的运用，这个算力 AI 的竞争里面，太空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高地。因此，对于太空未来科技的运用，还有它所附带的商业效果，我认为是大家都看得到。这是为什么这个 SpaceX 一公开募集资金，那大家踊跃参加，就是因为包括科技的前瞻性以及巨大的获利，这都是未来可期的。所以现在市场上非常关注因为这个是号称史上最大的一笔 IPO 的案子但是呢，当然这个时候今天的最新消息也看到，丹麦的退休基金其实对于SpaceX 呢这个 IPO 的估值高达1.8兆美元认为太虚了一点吧。我们等一下回来要聊的呢，就是还是马斯克因为马斯克希望建立一条龙的晶圆供应链，可能吗？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还是从马斯克开始聊起啊，因为马斯克呢，他在日前宣布了 Tesla、SpaceX 还有 XAI 3间公司合资要投入250亿美元，要打造一个半导体工厂啊，这个半导体工厂叫做 TerraFab。那并且呢，锁定2奈米制程。可是呢 ，TerraFab 呢，并不是像台积电那样帮人去代工晶圆，而是从晶片设计、光刻制造到封装测试，全部一手包办，要进行的是垂直整合。在晶圆厂完成以后呢，预期每个月就是初期每个月能够有10万片的产能，之后呢，希望能够扩增到100万片每个月。好，那天风国际证券的分析师这个也是半导体相当知名的分析师郭明奇，他就分析，他说联发科比较可能会成为马斯克的 AI 晶片厂 TerraFab 的合作对象，而马斯克的团队呢，未来就可能会用联发科所设计的晶片。郭明奇也发现 TerraFab 同时跟台积电、三星还有 Intel 3家代工厂合作，这个在 IC 设计业界是前所未见的。现在这个 TerraFab 的产品线呢，涵盖地面端推论与宇宙环境优化的算力晶片，包括了 AI 系列、Dojo 系列，还有 SpaceX 的专属晶片至少有6个晶片专案会同时进行。而垂直整合的范围呢，包括了光罩设计、逻辑记忆体芯片以及先进封装，这个单一厂区整合这个规模产业。在现在整个业界是没有看过有这样的例子的所以张老师，我继续请教您因为大家都很好奇的是，究竟马斯克要透过他要打造的这个 TerraFab 这样的晶圆厂，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好，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先前讲的这个 SpaceX 刚刚上一节讲的一样。SpaceX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火箭是可以回收的。那这一件事情就解决了所谓这个以前卫星要发射的时候这个很大成本的这个问题。那所以同样的这个 Elon Musk 他这一次一样是从这个所谓他最有名的就第一性原理，就是你真正问题的症结点到底是哪里，他就从这边来解决，想办法来解决。那同样的这个他就来，因为他并了 XAI 那所以针对从 AI 的这个公司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现到说，这个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台积电的晶片生产数量太不够了。那所以这时候当然他就觉得说，那既然不够，那就我自己来做。那所以呢，我自己来做，本身这个从原来它是这个XAI 的时候，还有这个 SpaceX， 还有 Dojo， 对不管是它这个自驾车，或者是它的机器人，或者是它 AI， 都需要用到晶片。它本身自己原先就是自己设计之后交给台积电来做代工，或者是三星来做代工。那这个他既然觉得我交给你做，但是你的产量太少不够，那我自己来做。对，所以呢就造成了刚这个何荣这边说的，从设计制造做完之后，我都自己来封装，整个完整。那其实就回归到半导体产业最早我们所谓 IDM 的这样子一个垂直整合制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对，所以这个 Elon Musk 他的角色上为什么会想要有所谓这个 TerraFab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是从这边来的。那这对业界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所熟悉的台积电做专门的这样子的一个代工，这件事情其实这是台湾创造出来很独特的这样子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那当然这也是因为在这几十年来，整个半导体是很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美国的不管是 NVIDIA 或者是 Apple， 他们就专心在设计上。制造就台湾这边台积电、三星、亚洲这些公司把它做得很好，那整个其实是符合经济学里面的，每个人都把各自的角色做得很好，成本可以降到最低。那可是现在的问题点是，这个量不够，所以它重新又推翻了这个原先我们的这个所谓半导体的这样子整个分工、专业分工的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又回到 IDM 的角色来看。那对我们来讲，第一个来讲，因为其实我们从业界的角度上来看，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最早也是 IDM， 最早 Intel 他们那个时代也是这个德州仪器的时候也是 IDM，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专业分工
这个角色，慢慢的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成本最低，然后最有效率的方式。对。那可是他现在又想回来，所以是不是有些点，因为他想的事情只是要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点，可是他不见得，因为他没有做过，对，他没有做过半导体，没有先例，对，没有这样子的例子。那所以呢，这个就像我们常常会举一个例子，他先前举一个例子说，那我在半导体厂里面，因为我真正只要在做晶圆的时候是干净的，我可以在旁边抽雪茄也没关系。就有时候其实他像一个 dreamer，但是这个 dreamer 这个到底他的梦想能不能够实现啊？恐怕有没有这么容易实现？这是还要再观察一下。对，那事实上来讲。整个因为目前现在整个在晶圆制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对于洁净度的要求，其实不是 Elon Musk 他们能想象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说我只要我在做的地方干净，它其实还有浓度扩散的问题，所以其实没有这么的简单。不过未来这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啊，科技绝对是实力中的实力哈，这个竞争的架构是不会改变的。那虽然我们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元首日前举行了习川会哈，当然有很多互相松绑啦、采购的协议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比如说呢，在采购方面，中方最近就公布了要采购200架的波音飞机啊，但是规模比起原先外界预期的500架要少。那路透社就报道呢，中方之后可能还会再追加采购300到500架的波音客机，但是这取决于波音是不是会供应中方航空公司的关键备用零件。那先前因为美中之间的紧张，中方的航空公司呢一直很难取得这些关键零组件啊。路透社也表示呢，投资者对中方这次只采购了200架，低于外界原先预期的500架感到失望。那200架的客机预计会分配给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等等航空公司。波音执行长则表示呢，中方采购200架这是第一批次啊，他认为起码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之后他认为有更多的订单。好，那问题来了，波音的采购当然也是中美两强之间角力的筹码。那波音呢，面对中方要求供应关键零组件，但是也必须要考量现在执政的川普政府啊，他们怎么想啊？夹在中间很为难。可是后续订单真的能够像是波音的执行长讲的是，反正200架是第一批啦，接下来还会有啦。可是呢，关键的变数是什么呢？关键变数就是这个川普政府对大陆的承诺，会不会落实？看你做不做到。你这次在这个北京以后回去，他说了很多，尤其有关台湾相关的话，这就是他必须要回馈中国大陆的。我的认为是这样，是交换。那问题就变成说，你这个交换是这个那持久力有多久？3个月，6个月，9个月。对，所以你起码要搞到9月嘛。9月因为那个习近平主席要去美国访美，对，访美了。那你这个中间你要反悔的话，那后面那300架可能就打折了，订单就飞了。这是一个原因啦。另外一个原因就变成，其实在川普政府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跟贸易制裁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手段，这个很伤波音啊，他切断波音对于中国大陆现在所有使用波音飞机的所谓的重要零组件跟维修的那个后续的资源，对，这个就变成你把波音的这种这个商誉给打坏了，所以这个对波音是很伤的。所以这次在谈的除了量之外，还有就是说你能不能保证，你将来我们2个又吵架了，你又说引擎不换，对啊，然后呢零件就不给了，这样引擎不给了，对啊，所以这个就变成这就是政治涉入经济以后的一个后遗症很强。不过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中国大陆现在自主的这个就要自己做的 C919啊，那个是属于中程的，还不是短程的，而且不是那种广体的。它就是说大概飞5000公里，4000到5000公里，然后载客量大概就是150个人最多。那可是你要飞洲际，你要横跨太平洋，或者你要飞到欧洲的，从中国你要波音的787、777啊，中国大陆的C929，中国商飞还在研究，还没出来啊。对，所以这个量还是很大，而且你要知道737也有中国大陆919的相对的这个波音的产品的话，它事实上的话，它一架也不过1亿多。777、787一架是2.5到3亿啊，所以这个是你那个量，还有它的价差很多了。所以现在还有300架，对不对？那就看
先走到这里吧，后面看你表现如何。听其言观其行啊。不过对波音来讲，其实一句话嘛，有总比没有好哈。起码你先买了200架，那后续呢想办法再成交。好，那除了采购哈，就是我们之前也提过3B，那这个刚刚提到的是其中1B，也就是波音。另外一个中美两国角力的筹码呢，就是稀土了。澳洲最近的这个 COPI 矿砂计划呢，得到了澳洲政府的批准营运。COPI 计划呢，预计是在18年以内呢，可以处理2800万吨的矿物啊，而且生产高达40万吨的关键矿产，包括了含钛矿物、钛铁矿、金红石、锆石等等哈，这些稀土金矿。那这些矿物呢，都是洁净能源、国防、电信或医疗器材产业必须的这相关的材料。好，那有一个澳洲的关键矿产专家呢，叫做维沃达，他就分析，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立打造出一条完全取代中国大陆的相关供应链。但是呢，澳洲还有他们的伙伴国家可以做的是合力打造一条相对独立避免完全受制于中方的跨国供应链。好，所以现在看到澳洲也好，巴西也好，日本也好，都在试图摆脱中国大陆的稀土原料管制啊，但是他们也承认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取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链，这个太难了。所以纪文兄觉得，目前中方所采取的就是不出口原料，只出口成品，这样的战略能够影响供需平衡多久？那确实这个稀土变成中国大陆这个与它主要的竞争伙伴进行一个这个战略杠杆调整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那过去以来，强硬即便如川普政府面对稀土问题，他还必须要低头。显然这个是掐住了欧美，包括日本等等很多国家的一个咽喉。尤其是我们大家非常清楚，已经谈了很多，这个稀土用于像半导体啊、电动车啊、风力发电，尤其是美国最关心它军备工业，那像 F-35核潜舰、雷达等等都需要。因此，稀土如果来源没办法确保供应，那其实对于这些生产来讲，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认为这个稀土管制，特别是它目前的政策，不输出所谓像以前的原料，它更鼓励的是输出的是高附加价值稀土成品加工以后的成品的出口，而且对于稀土的矿产的各种这个提炼、加工，还有生产相关的技术给予严格的管制，它就会加大别的国家如果要复制稀土工业，它所需要付出的包括时间的成本、经济的成本、相关的代价，而且中国大陆在相关一些各个环节，其实它有智慧产权这种技术的壁垒，那更增加很多国家的难度那至于说它可以卡别的国家多久？我认为可能10年、15年以上。那我认为这是保守的估计。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像日本为例，日本就非常一个典型。日本不是这几年才遭中国大陆稀土管制，2010年当时中日之间因为东海一些岛礁，特别是钓鱼岛的这个争议，其实中国大陆就施展过对日本稀土的管制。那2011年到现在，日本努力了半天。日本只是把原来90%稀土靠中国大陆，目前降到70%到60%之间，只降了20%，还是很依赖。对，日本这几年虽然口口声说我在深海挖到稀土，我要发展所谓不需要稀土一些新的材料，但实质进展如何，我想只有日本人心知肚明也因此，你说要剥离中国的整个管制。特别是刚才也谈到啦，即使要打造一个非红供应链，也不足以说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还是在相当程度要依靠中国的帮助或者输出相关的材料。因此我认为这个至少20-30年这样的时间，会让西方日本感到痛苦。我认为这个时间是掌握在这个中国大陆手里。其实就算打造一条独立的跨国供应链，恐怕要短期之内特别讲到10到15年要来完全取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链，恐怕难。休息一下，等一下关注中东局势。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
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这一段，我们来看针对中东局势最新的发展是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那也是呢最近才又重新当选了这个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他在社群平台的最新声明是呢，我们不相信任何保证或口头承诺，而唯一的准则就是行动。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不会有所动作。那外界也戏称是不是卡利巴夫有读过《孙子兵法》？因为在《孙子兵法》的虚实篇里面有一句话叫"示行动敌"，引诱对方先采取行动。那透过观察对手的虚实强弱，让自己能够掌握战场的主优势。好 ，Axios 呢这个新闻网站，它率先报道之后呢，多家媒体也跟进报道，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呢已经针对一份60天的合作备忘录，那达成了协议。美国副总统范斯也说，可是很难讲，因为川普总统确切会在什么时候签署，或者到底会不会签，现在还有几个措辞问题必须要反复商讨，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美国财长 Bessent 呢，则是重申，美方谈判团队来回谈判，一切最后还是由川普定夺。川普也表达了3项要求，第一个就是伊朗必须交出浓缩铀，他还提出了4种处理方式。另外就是呢，不能拥有核武，还有开放荷姆兹海峡。川普呢，并不会接受更糟糕的协议。但是现在看到伊朗，感觉好像底气十足大家也在想说，这个底气何来？他是掌握了什么样的谈判筹码呢？对照最近川普也说，反正他不在意这个期中选举啦，但是这是他说的嘛。那真的是不在意吗？这样拖下去、熬下去，对伊朗来讲，您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呢？当然对伊朗比较好，因为川普只是说现在还不在意期中选举，因为时间还久。现在不在意，那么下个月他就会更在意一点，再下个月就更在意一点。是，这个是说法上的不同这个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逃避他选举的这个问题了。那伊朗其实已经看穿了，我们不要说伊朗看穿，我们在这边谈了几个月我们不有看穿川普就是不想打嘛，对不对？要不然国际油价干嘛跌？国际油价也看穿川普不想打，对，你打也是怎么讲，像抓痒一样抓2下，你地面部队不进去，你的所有的大规模的这种远程的这种打击武器你不敢用，第一个太贵了，川普舍不得了，对，那你这个就是现在的主轴就是谈对，所以谈现在就是说，每次在谈的中间，就双方互放狠话，那些狠话是为了谈判桌上求效果，而不是在战场上求效果的，所以呢，本质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就是说，事实上的话，这个谈判里面，我认为新增加一个变数这是美方有人透露出来的，就是说对于这个现在在黎巴嫩的真主党问题，那这个伊朗方面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现在的停火必须要包括这个黎巴嫩南部，要停就把那边一起停。所以你看，最近还没有谈出来，以色列疯了一样猛打，对，造成既成事实所以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不过重要问题都没解决，因为问题就变成说，现在签了以后，那就30天之内要把荷姆斯海峡完全开放。那还有30天，这中间还有变数。第二个就是说，新停火60天里面延长停火60天里面双方继续有关这些核浓缩铀等核材料的问题继续讨论，继续谈判。所以基本上是先停火，然后没有解决的问题然后呢继续谈。那可是这种停火，说实话，川普1个礼拜前突然又攻击了这个海峡那个伊朗的2个军事目标，对不对？打完以后，他说停火协议还继续生效，强调是出于自卫嘛，出于自卫反击。对，然后呢说停火并没有失效还停，因为他在打的时候呢，回头一直看那个油价有没有涨起来。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很多人越来越相信，川普每一次在这个一手硬一手软之间其实川友们都已经在股票市场已经布局完成。不是因为最近这个战争引发那个通膨，不是也看到美债5%的这个马其顿防线破防了？对，这个就是川普的压力了。而且好死不死，日本的日元跌得很厉害，所以日元在那个守1比160日元的这个关卡的时候，
外界报道动用了将近500亿美金啊，对，500亿美金才守住日元，那守住了1比160的那个关口，最近又到1比159了。那日币势必要跟美国人请个假，说对不起，我现在只好卖一点美债了。所以川普现在关注的恐怕更多的是对于经济的冲击啊，特别是刚刚提到美债5%的那个马其顿防线破防，这个会影响到接下来如果通膨恶化的话，你真的其中选举不要说是不担心了，你连选可能都会不是很乐观。好，那现在对于这个阿曼跟伊朗说传出有合作啊，川普他也警告说，在荷姆兹海峡收通行费这件事情呢，如果阿曼这样做的话，就会受到美军的轰炸。不过阿曼驻美大使立刻向美方强调说，他们并没有意愿在荷姆兹海峡收通行费。伊朗则是借机呢，透过这个机会表达对阿曼的支持啦。那《纽约时报》也指出说，美伊现在双方没有办法签下备忘录的有一大症结就是荷姆兹海峡。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根据美方的理解是呢。备忘录签署之后，海峡要立刻重新开放。那美国的封锁呢，虽然会仍然保留，可是会看恢复航运的程度，然后分阶段的减少封锁。可是伊朗这边的认知却是同意让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的程度，维持30天。就刚刚大使提到的，那这30天内呢，美国要解除封锁啊，你要是彻底解除。好，所以各方的就是双方认知不同，可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妥协的平衡点呢？我认为这个平衡点不太容易妥协，很难。这个妥协或许也只是一时的，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我认为这种妥协的条件还有相关的内容，它是滚动式的一个变化。对，但我认为其实美国打这次这个伊朗，它其实大家原先就已经充分了解，荷姆斯海峡本来就是伊朗控制，沿使波斯湾的包括各种能源、天然气。伊朗就是水龙头啊，这样的一个地缘的这个角色，其实之前美国自己也清楚得很，但是他还是贸然去淌这个浑水，也因此创造出伊朗针对荷姆兹海峡这样的议题，变成伊朗手中一个巨大的筹码。我认为这个美伊之间这种分歧，我认为除了荷姆兹海峡开放与否，或者开放到什么程度，或者开放多久。我认为这都是战术层面的问题，最核心就双方在包括核武器，浓缩铀怎么处理，还有弹道飞弹，还有这个伊朗，这个美国对于伊朗各种制裁能不能解除，能不能这个让他海外资金冻结等等，我认为这些才是更核心的问题。是针对这个荷姆兹海峡通不通航，我认为都是战术性，作为一时缓和，作为筹码战术运用，可以说是烟雾弹。真正核心是底层那些问题，你如果没有解决，荷姆斯海峡随时会被拿在这个台面上继续跟你讨价还价。除了荷姆斯海峡，川普最近还对古巴放话还是持续放话。Politico 报道说呢，五角大厦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攻击所需要的部队跟武器，那现在只差川普最后点头，那随时呢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画面上我们看到美军包括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在5月份也进入了加勒比海。那同行的还有多艘飞弹驱逐舰跟巡洋舰，另外呢是大型2栖作战舰基尔沙吉号跟它的护航舰呢，也都在维吉尼亚州的外海，目前在待命中，准备新的部署任务。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对古巴非下手不可？因为之前委内瑞拉才把这个马杜拉的政权给拉下来。张老师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非处理古巴不可呢？那其实因为这个美国跟古巴之间其实也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那其实这边他所说的这个理由，包括第一个是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原因是因为古巴其实是比较跟所谓的这个它的敌对势力跟中国、俄罗斯相对都是比较友好的。那而且古巴地缘上来讲，跟美国不到100英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所以有点是，美国当然会有担心说，他是不是帮他的敌对国家来做这样子，针对美国来做监控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所以美国一直对古巴这边来讲，一直想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那再来讲，包括说像现在的这个整个区域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的情况，所以这让美国在这个时候都不得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那像今年初的时候，其实川普其实就已经有签行政命令，就是说宣布跟古巴之间的这个关系进入到这个比较紧急的状态。
那再来在4月份的时候又在加码它的这些封锁。所以实际上来讲，它其实是从今年初就一步一步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其在这个时间点来讲，其实美国当然尤其川普总统他本身自己的对于可能包括对历史的定位，他都觉得说以前别人没办法解决的，我都来解决。所以这件事情来讲，是很有可能是他这个让他来做这件事情的。了解。等一下回到节目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的就是在印太地区啊，环太平洋年度军演。这次号称有31个国家说创纪录的参与，怎么观察？怎么分析？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来看的是美国军事报《星条旗报》指出呢，今年夏天在夏威夷群岛周边即将登场的环太平洋大型海上军事演习联合演习将会有31个国家参加，也创下了一个新的纪录。那演习呢将会在6月24号正式展开。这次的演习主题是伙伴整合且做好准备，Partners Integrated and Prepared。那么根据美国海军第3舰队的新闻稿指出呢，这次的演习为期5周，将会出动大约40艘的水面舰、5艘潜舰、140架飞机，还有超过25000名的人员，将会有创纪录31个国家参加。那演习当中呢，在2024年看到是有29个那分别是来自南美、中美、欧亚大洋洲、中东的国家。这次呢又再增加了，变31个国家。这次演习项目呢，将会包括2栖作战、火炮还有飞弹射击能力。另外，像反潜、防空演习、军事医疗、人道援助、灾害应变、反海盗、潜水、打捞作业等等。这次我们来看今年度的环太平洋军演我先请教纪文雄，在经历了像是美以役的战争，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台海中线之前也消失了。那今年度您怎么观察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它具备的重要战略意义？特别是负责操盘的美军。他们背后的一个战略思维是什么？那环太军演过去以来一直是整个环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那这个演习其实已经历经了几十年。事实上，过去几年台湾的媒体也经常参加，我个人就参加过2次那见证这个在太平洋周边进行的这种复合式的演习，确实规模很大。是，但我必须说，参与的国家虽然很多，那今年号称数量更多。虽然手上目前还看不到精准第一次参加的国家，但是不可否认的，美国这些参加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其实有亲有疏，那关系比较好，像这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等，那这类国家一定是参加具有战术性质的演习，包括联合防空、联合反潜、联合制海，甚至这个2栖登陆或者反潜作战等等，但对于与美国关系不是那么亲密，特别平常只是这种低层次的，可能联合这个进行这个人道救助海上反海盗这些国家来讲，他参与的这些科目通常比较不具备战术性质，就是你不需要很完整的指挥通信管制连线，你就参加这一类演习。因此，过去中国大陆其实有派遣参加，俄罗斯也是但他们参加都是参加这种低层次的演习。也因此，我认为你说要军事威慑对手，那环太平洋我认为越来越看不到这样的性质。高层次还是那几个国家核心为主，反而是那种大拜拜展示一个美国朋友圈这个阵容强大。像这个我的这什么团队越来越大，对，就是武林盟主这样的地位。你看我一号召，大家都来共襄盛举，但事实上战术层面或者军事威慑对手，还不如美日、美韩或美日韩个别国家这种战术性的演习，反而对于对手它的威慑性更大。但总体来讲，我认为这次的演习其实当然规模那么大，但是由于这个美伊战争还没结束。美国的很多弱点，事实上今年其实暴露的更为清晰。因此，这次演习虽然还看不到一个完整科目的展现，但对于美国来讲，各种精准飞弹库存消耗大半，
那没办法对于伊朗进一步的打击。其实它目前的军事窘况，其实是暴露无遗的。就这次在参与环太军演的30个国家当中，还看到有荷兰哈。那说到荷兰呢，中国大陆国家的这个国防部发言人呢，蒋斌啊，他昨天就针对最近几天荷兰海军。有一艘叫做德鲁伊特号护卫了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了这个中国西沙群岛的领空，也强调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他特别提到，中方军队也组织了海空兵力，采取有效的措施驱离了这个荷兰军舰，并且呢向荷方提出严正交涉。另外，《环球时报》也报道说，南部军区呢，出动了多艘的这个护卫舰近距离的驱离了荷兰军舰。解放军的战机也挂载了 PL-10空对空的飞弹，参与了这整场的驱离行动。一切的起因，当然就是荷兰的海军的军舰这个舰载机直升机呢飞到了由解放军实质控制权的西沙群岛领空。那荷兰皇家海军呢，则是公布他们说，其实他们是正在执行太平洋射手任务。在22号抵达菲律宾访问3天之后呢，就会去参加刚刚提到的环太平洋军演。在环太军演的前夕，这个荷兰战舰呢刻意就是进到了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跟解放军你说是打招呼，那你怎么解读他这样的意图呢？我认为他是挟北约而亲西沙。它是执行北约的一个他们一个共同的计划，所以你看北约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北约的欧洲的会员成员国里面，包括还有加拿大，还有这些都不断的进入到南海，还有台海，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作为里面。那荷兰会有这个胆，就因为他是北约成员，他觉得你要动我的话，你就跟北约为敌，对，所以他虽然是小国，可是他这次派的这艘军舰6000吨，是他的王牌军舰。虽然蛮老的，可是上面的装备还不错。还有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听说那不过就是说，这个西沙群岛，事实上它的水域相当的大，有50万平方公里它有7座主要岛屿，那么整个岛屿数一共40座。所以就是说，它在进入哪一个水域，现在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核心部分是在永兴岛，永兴岛的位置，我想它应该是还有一段距离。永兴岛现在是已经设了，现在是上面有个叫三沙市，它是直接属于这个海南岛，那上面常住居民已经有2000多人了，它的面积事实上是2.6平方公里。那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太平岛是0.5平方公里。所以比我们的太平岛大5倍对，那是不是最近也有变大？不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在不断的吹沙造岛。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核心点，所以就不晓得它侵入哪一个地方。不过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其实是蛮严重的，因为它的这个军舰是侵入领海，对，领海以后，它军舰上的直升机、舰载直升机又起飞，那就侵入领空。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说是大陆方面讲是3管齐下，一个就是电子的电波的压制，来造成它的这个感觉受到威胁，然后还有就是驱离喊话，然后实际听说这个052056也都有这个军舰最近就附近出动，所以很快它就知难而退了。是。那不过中国大陆，我觉得就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如果领空领海被这个入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就是说我们不晓得这个荷兰是不是学美国说自由航行，我进入你领海有军事舰艇进入他国领海实行无害通过的权利。所以他如果这样主张的话，就跟美国一样了。这点我还要查证。仗着后面有北约当做这个靠山的感觉。不过他我觉得比较有争议，就是说他的舰载直升机也起飞就侵入领空。对，领空是不容侵犯的。以前立刻驱离啊。以前这个土耳其因为有一架这个俄罗斯的战机侵入他领空，当场就打下来。那当时这个。苏联时候击毁一架这个韩航的民航客机连人带机一起把它击毁，也是因为侵入领空。所以其实说实话，中国大陆虽然官方讲就是说完全知道国际惯例进行驱离，可是在这次特别还要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谈来讲的话，其实这件事情
算是蛮严重的。对啊，最近这个像您刚刚提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像日本、菲律宾两国哈，最近也是一直往这个准同盟的一个关系去发展啊，但摆明就是剑指中国大陆哈。当然，大家也在看的说，他到底是真的有实力呢这样做，还是说图具一个形式哈？会不会两岸还没打呢？这个中日就掀起冲突，这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提到在台湾这边呢，虽然先前我们知道已经拍板了7800亿的军购预算，但是美方呢日前也宣布啊，基于对伊朗发动了他们的史诗怒我行动，弹药必须要优先供应，影响到了后续这个对台的军售。其实除了伊朗呢，乌克兰现在也很需要美军的弹药供应啊，因为乌克兰的空军发言人就说，目前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可用的拦截飞弹数量有限啊。美国制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呢，仍然是唯一能够有效拦截俄罗斯弹道飞弹的武器，可是就是武器不够啊，因为弹药库存都打光了，快要打光了哈。所以张老师认为，这个台湾这边国防军购通过，但是武器迟迟不来，我们难道就只能靠常常在嘴巴上面讲的细盾吗？好，那其实细盾这个名词，其实先前已经有提出来。那凭良心讲，台湾在这个半导体上的这个领域上来讲，我们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因为我们在半导体，我们这边算全世界做的最好，所以半导体的热潮，那我听说现在是连我们的友邦国家，其实也都想要来台湾来学半导体。是哦，那所以其实这某一个程度看得出来，我们非常的关键。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是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那当然其实除了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国防这件事情来讲，因为国防武器相关的这个里面，我需要最先进的晶片。